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其实蛮不错的，你的很自然。你还记得他吗？其实没有要说很土啦。当年在选秀节目中，他的犀利和幽默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新谣的重要推手之一，到华语流行音乐巅峰时期，打造歌王歌后的幕后功臣。他用那一代人的远见和胆识，让新加坡在华语流行音乐版图中留下了一席之地。当我得知这一次要去寻找的这位嘉宾呢，我是非常的惊喜的，因为我8岁的时候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们是一起拍摄一些节目，记忆中的他是一位大哥哥，很会唱歌，会弹吉他。可是事隔多年，现在见面，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这一次的《西游记》，我将要出发到北京，寻找旅居超过10年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许环良。北京和新加坡飞行距离约4475公里，大约6小时的航程便能抵达这座气势磅礴的浩瀚都会。今天的北京，古今建筑遥遥相望，传统和现代的生活交相辉映，成了世界上最富特色的城市景观之一。在2014年，许环良老师毅然移居到了北京发展，他的音乐工作室就在这个充满艺文氛围的园区里。我很好奇的是当初他之所以选择北漂，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他过来呢？跟着地图的指引，我来到了许老师的音乐工作室。你好，我是Michelle。这边请。Hello。Hello， 你好，许老师，你好，终于见面了，哎呀！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大概8岁吧，8、9岁的时候，对。那时候我是当兵了没有？剃光头了没有？还是没有剃光头？有头发的。我们是一起拍摄一个下午档的一个综艺节目，但是你啦，还有一些其他，然后我是其中一个小朋友，你们这边弹吉他唱歌，我就在旁边玩这样，我也不知道我是当时的开了饭。了解，哇，时光飞逝啊！恭喜你，听说你刚结婚是吧？谢谢。老师，听说你是工作狂，所以平时要找你的话，只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是不是？也不是啦，也不是，天气好的话，我们会去朝阳公园走走。那今天可不可以麻烦你带我去看看你一整天的工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的。许环良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知名制作人，启蒙了无数的歌王歌后。他制作的金曲遍布华人世界，无人不晓。这座3层楼高的工作室是许环良老师一手打造的筑梦空间。目前定居北京的他，继续孵化脍炙人口的音乐，还创立了造星平台，发掘歌手。大家好，我们是 BZ One。啊，今天我们也考核2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车窗外云朵的雾，亮起手轻轻弹拨。我原本以为这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成果发表会，没想到你有唱过准的时候，可是每一次到那一句的时候都是砸招牌，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有换气的，能不能不要像被人卡着脖子，快要溺毙的那种感觉啊？等一下，你吉他没有调准呢，吉他可以以后弹吉他要先调好音啊。现在这个画面呢，就仿佛回到了以前电视选秀节目，老师就坐在评审席点评。可是今天他看起来有点严肃，不像在电视上那么幽默。Serious。流行音乐变幻莫测，许环良老师每年透过音乐营选拔，
发掘有潜能的新人，并栽培他们成为练习生。每2个星期呢，我们就会有一次考核。我们最多的时候练习生有10个人，现在我们剩下只有6个。我们每半年就会吸收新的人选进来，然后可能旧人就会被淘汰掉。这里并不是来赚学费的，我们是要为未来的歌坛贡献生力军。这是我想要的自由，不想做人潮的汹涌。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他们有时候会有感慨，好像还是以前的歌好听。以前的歌比较好听。对，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影响哦，因为我们能够记得住的都是那个年代里面的好听的歌。其实那个时代，大部分的80%的新人呢，刚刚出道的时候都是没有实力的。当时有实力呢，是当时的幕后的团队，唱片公司包装出来，对，然后只让观众看到唱片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对我依赖，怪我不应该先放下了你的眼。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就是说，哎呀，曾经我们有陈洁仪、孙燕姿、阿杜、林俊杰啊，为什么后来没有了？很难说3句话说清楚。2010年以后呢，中文流行乐产业从台北呢移到了北京，这里的面对的竞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市场上呢，流量明星呢，他们没有超过5首的代表作。网络上爆红的歌，爆红歌的歌手呢，又不能当艺人，因为很多人都在录音室里面电脑修音修出来，所以是目前我们现在中文流行歌坛碰到的最大的困境。所以越来越难啊，不会啦，越是现在没有人做的时候，那不是机会更大吗？这个是不是你来北京的原因？是的，我是跟着产业走。对我来说，眼前的许黄良老师不仅对自己投身的领域有着崇高的热忱，还有着过人的胆量。谢谢。曾经事业如日中天、运筹帷幄的他，却选择在年过半百后来到北京闯荡，从零开始，重新出发。聚小其大，这是又小又大，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一个创业公司呢，它不需要搞那么大，它越小越好。然后它可以发挥的能量呢，却是奇特的大，所以叫聚小其大。虽然过了耳顺之年，但是许黄良老师却像个音乐顽童。他亲手打造的音乐空间有数不清的巧思，更有童趣的玩味细节。所以你看哦，你站在这边这个角度看呢，你看是不是像那种太空舱的感觉？像哎。我们这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未来客的科技感，以及童趣。这个是呢，我们必须要先关一下灯哦。你看一下，有流星划过。哇，真的很有设计感的，整个。是。你是要让在这里录歌的人不会觉得很沉闷？对，你们很少看到一般那种很 serious 的录音师哦，会搞这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 Michelle， 这是新加坡知名的主持人。我们8岁的时候相遇，后来失散多年。等一下，老师，不是我们8岁的时候相遇，是我8岁的时候，那个有不一样，老师。挥别了过往的大公司，徐老师来到了更辽阔的平台。目前只有10几名员工的工作室，也分外多了一些人情味。这里有没有任何人要爆料，老板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们公司有点像幼儿园，老师有点像那个最大的顽童。哦，是顽童，对，不是校长，不是，他是跟我们一起玩的，绝对不是校长，而且他有的时候是带头玩。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每个人来，其实大家就像一个 family 一样。觉得老师是工作狂的，请举手。所有人。但我觉得老师很享受工作，这是他的乐趣。我觉得是创意产业它是一个有感情的产业嘛，所以人呢肯定是需要有人情味的。我最怀念阶段应该是在新谣的阶段吧，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不需要去思考生存的问题吧，就是完全就是放开来玩，一直在探索啊。我们现在在聚小其大里面，我们其实也是伙伴们大家一起在探索的。
辽阔的北京城承载着无数外来者的梦想和奋斗。我来到北京，寻找在这里打造梦想的音乐人许环良。许环良老师的工作室坐落在朝阳区，这里也是不少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安家落户的地区。资深艺人在北京奋斗的许环良老师，经常骑着他的电动车穿梭大街小巷，风雨不改地往工作室的方向前进。哇，老师，你这个未免也太可爱了！你平时上班都是骑这个吗？对我，因为我住在离公司很近，如果没下雨的话，我就骑这个车。有童心。为什么你工作室跟住都选择朝阳区？北京呢，它虽然是一个城市，可是北京其实它很大，就像新加坡到johor这么大。东边的大部分地区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呢，算是一个新的区，所以朝阳区是大部分是新北京人呐，通常都是做文艺创作的。老师，当初你来北京的时候，你是为自己设立了怎么样的目标2014年初的时候呢，我就离开海蝶了。有一段时间呢，我其实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感觉到时代在变了嘛。于是乎，我决定放下脚步，放慢脚步，了解一下这个互联网吧。在中国大陆未来呢，是可以实现一个新的产业的新的玩法。我忽然发现到，可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呢，亚洲人可以有自己的关于这个音乐产业的话语权。我想到这事情呢，我就觉得特别兴奋。于是呢，我就决定搬到北京来常住了。我想许老师的胆识、毅力和勇气呢，跟他的音乐历程有很大的关系。当初新洋音乐，也就是他那一代人脱缰辟土，才奠定了新加坡与中文流行音乐密切的关系。听得到吗 ？1 2 1 2， 我们从头走一遍啊，我先拿下声音啊。好。这一天，我有幸参与了老师日常的录音工作。这支出道将近1年的双人创作乐团 Busy One， 是老师在北京重点栽培的对象之一。老师啊，你怎么样把他们2个凑在一起的？有一个课程就是要合作写歌。当时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完全说要把他们凑在一起创作的时候呢，就发现到一个是民谣，一个是电子嘛。那2个其实风格很不一样，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电子和民谣相遇，擦出一个火花，叫做电子城市民谣，会很有趣。你看他们2个声线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对。可是没有想到这2个声音居然是可以合在一起。爱怎么给，随便乱飞。OK， 看。很厉害。这叫爱不完美。很好听，好听，很 catchy。我们从2023年开始呢，就让他们开始培养在一起。嗨，你好，老师好，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 BZ One 的成员宋立伟，我来自中国山东。我是 Aldo 陈耀威，我来自新加坡三巴湾。三巴湾，你们的歌都是自己写、自己创作？对。我们刚来到公司开始学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是科班，不会学音乐。我是大学其实学计算机的。我现在在北京读大学，读中文。然后我们来到这边跟着徐老师才开始正统的开始学习音乐的一些知识。对。OK， 好。我拿什么留住你，我的爱人？其实当时我不觉得我自己能被这个老师选中，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什么都不会。我也有问过老师，老师给我回答，其实我很感动，就是说老师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人和人的选择是相互的，并不是说你一定是一个已经多么厉害的或者怎么样的人。我觉得老师像我们音乐的一个爸爸，教了我们很多就人生的一些道理的，能跟老师学习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象，比方说许环良啊，培养林俊杰啊，培养阿杜啊，他眼光很好，其实跟眼光没有关系，是有方法论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当他有一点点闪亮点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人会给你支援，
可是给你资源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做出成绩，你才有更多的资源进来嘛。互联网时代呢，已经不一样了，它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只要他不放弃，我们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了，都是要一直进步，一直有在学习新的东西的这种能力。其实我是一个理工男，80年代的时候，因为阴差阳错，新谣的时代赶上了新谣时代嘛，所以走上了这条音乐的之路嘛。音乐这个产业呢，是给了我很多东西的。我的生活，我的快乐，我是希望是在有生之年呢，我们的流行音乐产业不会停滞在现在这个困境，我希望它有突破。许黄良老师没有停留在过往的荣光，他来到北京，继续推进着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今天晚上我带你来一个不太像北京的北京。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阿塔斯？哇，是，看起来有点像去新加坡的那个。对，荷兰 V 的店啊。呀。日落以后，老师终于能卸下一天的辛劳，他要带我到他的秘密基地寻幽探秘。你是常常来的啊？常来吧，你看，你真的很想念新加坡美食啊？有新加坡古早的味道，有没有？真的耶。这家新加坡餐馆在北京开业多年，是北京人近距离认识南洋料理和文化的起点，也是新加坡人缓解乡愁的好去处。哎，老师，来，久等，那边久等。你好，我是 William。William，你好。你好，我是 Warren。这位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黄浦江。对，黄浦江。对，没错。我们新加坡人在北京很有口福，想念我们家乡的菜肴就来 Vanda。但你们认识很多年了，是不是？都是老朋友了。哇，很久了。虽然我们年龄有一些差距啊，但虽然怎么能，对，但我们跟做朋友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年龄的人，像个大小孩，对不对？就是他有那种，很爱学习的这种能力。你们觉得他是工作狂吗？我觉得是，因为我经常我们有时周末嘛，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近，他就送我回家，然后就继续回公司，去做创作。对。华人经常以食会友，一顿饭是对话的开始，也是关系的延续。一双筷子牵起了两座城市的人和故事。来，这个是欧搭，在北京只有这边吃得到吧？所以你说我们新加坡人在北京哪会想念新加坡的菜？刚才说他是个工作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贪玩的工作狂啊。他能玩的时候呢，他就是拼了命的，就是不想回公司。一回到北京来呢，一首歌如果没做完，他晚上就是熬夜，他心里都想着这首歌。其实我能理解，搞创作的人一般都是晚上比较安静，他可以慢慢思考。但是我老劝他，年纪也不小啦，别老熬夜啦。是，尽量早嘛。尽量早，对。离乡背景的人并不总是被乡愁填满。许黄良老师在北京奋斗，总有温暖的人围绕着他。我想这也是老师离不开北京的原因吧。谢谢各位，很开心认识你们，谢谢老师。Cheers。这一集的《西游记》来到了北京，北京仿佛是一座永不沉睡的城市，在这里，人们被社会发展的齿轮推动着，永不言休的过活。身为公司负责人的许黄良老师，每天一早就到公司报到。有些时候人家会说：“哎，说你还不退休哦？”我觉得退休的人呢，都是因为他在从事一件他并不是特别快乐的工作，不过为了赚钱养家，他不得不做。可如果你是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什么要退休呢？要在刀光剑影的流行产业生存，少了企业思维，举步维艰。那我们先开始第一首啊。好，来说一下你的想法。我觉得是挺特殊的。有些人他们说：“哦，做音乐不应该考虑商业，应该很纯粹啊。”那前提是你要有钱哦。让我常听的话，我还是喜欢第一首。其实副歌那个不错的。挺希望的。
当我们在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很现实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喜欢的事情呢，能不能养活你？当你进了一个团队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对你的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有负责任嘛，做一个有责任的成年人，有责任的创意人，对不对？有责任的艺术家，对，这就是我们 demo 的工业标准。虽然有永远都处理不完的工作，但许环良老师还是在不断奔波劳碌的日子中，找到了自己的闲情寄趣。来，给你带来参观一下我的这个乌龟小世界。对，乌龟啊，所以你养了几只乌龟？有2只的。Hello， 为什么会想到要养乌龟？我就因为生活很紧张嘛，它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它会提醒你要慢生活。OK。有些时候要放慢脚步。看，有 friend 在这里。乌龟呢，它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动物了。你看，你注意观察它哦，它会先观察一下四周，它等下安全的时候，它就开始走动了。其实很多人以为乌龟走得比较慢哦，其实不是，是因为它先观察了，它才行动。它一旦行动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跑很快的。谈起乌龟，老师还真是滔滔不绝。我万万没想到老师有这么可爱的兴趣。这几天和他一起相处哦，都看到他一直是很忙的，所以看到他有休闲的时间呢，我是很替他开心的。深耕音乐圈多年的许环良，在华人世界享有非常高的声望，但看似如鱼得水的音乐历程，一开始也并非那么一帆风顺。老师，你整个事业，你肯定有过很多徒弟的吧？你不是说徒弟吧，就是说有教过吧？你觉得你曾经就是花最长时间，或者是最花心思的，其实都是特别辛苦的，因为那时候都是要，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能做。陈绮刚开始那个年代呢，是还没有新加坡歌手成功的，并且其实他是一个有点没有自信的小孩，在经历了2年呢，他都没有一首歌及格。你很严厉耶。是，所以你想想看啊，在很多人的情况下啊，也许你就放弃了，可是他没有。当初有没有想过他会红到像今天那样，会走到这一步？说有肯定是骗人的啊。我觉得当时我们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努力的做每一个可能做的事情吧。造星的过程，它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双向的选择嘛。既然我们你合作了呢，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会不会成功，我们只想它要怎么样成功。你第一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最早啊，1993年，路上呢特别多自行车，特别壮观的那个景象。那之后呢？你看到最大的差别转变是什么？我觉得变化的是人嘛，人的变化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支付宝。因为它有很好的保障系统嘛，所以在中国的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的关系慢慢建立起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许环良老师二话不说，趁着黄昏，在百忙之中抽空带我四处看看。老师，这是什么地方？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南锣鼓巷。我们呢就在这里，新加坡叫小路呢，在北京呢就叫胡同。胡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呢，我们是往北走了。南锣鼓巷是北京东城区的一条具有700多年历史的胡同，具有时代感的巷弄和时下最流行的潮流玩物，在这隔空对话，见证了时代的变更。一般北京人也很少来，你现在看到路上的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旅客。我一般都是带外地朋友来走啊。原以为老师要带我吃吃喝喝，没想到老师却另有盘算。哇，老师这里暗暗的，你要带我去哪里？这边有点恐怖哦，这边是在一个小胡同里面。等一下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呢，是北京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 live house。你知道什么是 live house 吗？我知道，现在很流行。对。这个 live house 呢有一点破旧，不过它很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当初呢很多独立音乐人在北京发迹，都是在这个地方先开始表演的。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江湖。来，我们进去吧。他们每天晚上呢有不同的乐队表演，其中每周四呢，他们是一个 funk 和 fusion 的一个乐队。工作以外的许华良老师，终究还是和音乐形影不离。江湖是北京最早起家的 live house 之一，也是当地音乐爱好者朝圣的场所。我自己本身呢，其实虽然做流行乐，可是其实我平时在不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听一些纯音乐的。但有时候听累了，流行音乐需要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是不是？对。我可能会更喜欢发掘一些新的尤其是刚刚冒起的乐手或者是乐团呢，因为有些时候那个是音乐未来的生命。我很喜欢他们这种在野蛮生长的一种状态，可能也会想起以前我们刚开始出来的那种样子吧。虽然长期在外地发展，许环良对新加坡的音乐一直惦记在心。若不是当年的新谣，也不会成就今天华语歌坛许许多多的音乐大师。年轻的时候呢，我没有想过音乐会当我的职业。其实我们也是只是想玩玩，甚至说我们在办第一场新谣演唱会的目的呢，是认为它是一个终结，就是我们玩到这里就停了。可是世事很难预料嘛，就一直玩到现在了。我还是会一直关心新加坡的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我觉得新加坡可能面对的一个挑战，跟很多发达国家面对挑战一样，就是说新一代的小孩子呢，他们太舒适了，并没有真正经历你该经历的失败的经验。因为失败里面你会去反省，你会去找到答案嘛，然后你才可以真正建立一个牢固的一个根基，而不是你在享受前面人留下来的东西。新加坡未来发展呢，我相信呢，它还有很多更好的可能。这一集的《西游记》，我来到北京。一早，北京阴雨绵绵，却浇熄不了我们赶路的热情。因为这一天，我和许环良老师将出发远行。我们现在在北京的高铁站，因为我要出发到青岛，对不对？对。去参加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一个演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海外的这个庆典。可是跟新加坡的庆祝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青岛。啊，真的？对，因为以前我参加国庆呢，大部分时候都在北京。听说青岛的人是非常的热情，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惊喜吗 ？OK， 期待。搭上历时3小时的高速铁路，穿越将近700公里的广袤大地，青岛的活动会场很快便映入了我们眼前。一到会场，许环良老师就马不停蹄地视察排练的情况。好，我们测一下话筒好吗？测一下话筒，来5号话筒。我们再调一下。高老师，我们放音乐。好，来暂停一下，暂停，停。是呢，频率帮我把低音切一点吧，现在伴奏的低音太重了。好像出现有一点点状况，老师没有时间陪我，要跑来跑去。好，来，我们测一下6号。test。虽然这个场合、这个宴会没有非常大，但是他非常重视，因为 BG One 毕竟是他的徒弟，看得出他很用心。Q 值放窄一点。高老师暂停一下，音乐停。毛毛，音乐停。老师，你有给吗？可以了。好。哎呦，我刚才看你很紧张哎，有没有影响心情？因为时间很赶吗？对。我不是紧张，我是要赶快弄完。一般来讲呢，他们应该是全部的东西都测好了，可是结果我来的时候呢，发现他们东西都没有弄好，
连那个大堂的声音都是糊的。那我不调，今天晚上就整个演出就毁了吧？有没有影响心情？不会的，这种事情消气计划赶不上变化是正常。我觉得就放松心情，跟大家一起庆祝就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彩排结束后，老师迫不及待地带我会见了一位神秘嘉宾。大使，你好，是大使哦，你好。老师说你看，老师刚才很好笑的一个介绍，是一个看着我的戏长大的人啊。他没有跟你讲，我是听他的歌长大，也是听他哥哥长大的。那请问大使跟老师，你们是怎么样认识的？我很早就认识他，只是他不认识我而已。80年代新谣的时候呢 ，and then fast forward to 2023, that was when I came here. So, oh my goodness, this is like my childhood idol, you know. And finally, I got to meet him. I'm very glad to see Xu 老师. He's able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many Singaporeans in China. 对，我们都为你感到很骄傲。对啊，大使那时候23年他初到北京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得特别亲切。一个国家的大使，其实在另外一个国家讲的是国家的最高的代表嘛。对。可是大使呢，完全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他就非常接地气。然后他自己本身上下班是在骑自行车的。Oh, I heard. 因为他们有这个共享单车，所以就很容易的，就很便利那个交通吧。你们除了工作上，还有什么私底下有没有交流？我们私底下吃他煮的菜咯，煮的非常好吃哦。我本身有一点娘惹的血统，我是以就是美食外交来推广新加坡的美食。徐老师是用音乐，希望呢从我们的交流与中国的朋友交流呢，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新加坡。Actually, there's another episode which I've never told him. 你有一首歌跟巫启贤的 Don't Quit. Don't Quit. Wow. When things go wrong, and I can't remember the lyrics. That song is a very inspiring short song. 哇，这个铁粉啊，真的是铁粉。That was the time, and I picked myself up from academic failure. And studied very hard. Very touching. Yes. So this is a little story that 我没有跟你讲过。作为新加坡人在中国的名片，陈大使和徐老师的率真，在这短暂的交流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晚上好，今夜共同庆祝新加坡共和国60周年华诞，庆祝新中建交35周年。这场青岛国庆晚宴是由中国新加坡商会的青岛分会举办的，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大使馆都会在国庆日举办官方的庆祝活动。My dear fellow Singaporeans, a very good evening. 各地的商会也会赶在国庆月期间举办民间庆祝活动。Thank you very much. 请全体新加坡公民唱新加坡国歌。当国歌和信约在异地响起，我们仿佛回到了滨海湾的大操场。我们2位新加坡的嘉宾上台 ，Michelle、Billy。好。晚宴中当然少不了新加坡人喜庆必备的重头戏。老师啊，你成长的时候，那个新加坡是怎么样的氛围？印象深刻的有就是理工学院的3年吧，他是不用穿校服的，然后可以穿拖鞋上课，又可以留长头发。我那时候全职呢是课外活动，兼职是上课，我们几乎呢真的是玩到疯啊！所以听起来你的那个童年是很快乐的，是很快乐。接下来要表演的是由电子城市民谣组合 BC One 带来精彩的表演。
晚宴的另一项重头戏便是老师的徒弟 BC One 演出。亮起手，轻轻弹拨过山过水，润落黑暗吞没了线索路过。虽然出道才不久，他们的舞台魅力让现场一片沸腾。来一点吵吵吧！这是我想要的自由，不顺从人潮的汹涌，想要飞就顶着风。吃饭的时候呢，是跟老师坐在隔壁嘛。他的徒弟一上台表演的时候，他是冲去中间 ，OK， 我要做工了，我要做工了，很像一个爸爸站在那边这样。我觉得到最后他是享受那个表演的啦。适逢新中建交35周年 ，BC One 不仅象征着两国的民间情谊悠长，也承载着两地人的许多梦想。我们这一代人呢，其实是跟着国家60周年一直在发展，一直在进步嘛，所以你就看到国家的改变，包括国庆庆典的改变。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国庆主题曲，甚至到后来我自己也参与了制作 Home 的家的中文版，这些经历呢，都是我觉得是特别有印象的嘛。新加坡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感情的连接点吧。我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地球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的做，而我的每一点一滴呢，就自然会散发着新加坡人的光芒。今天是看似平常的星期五，却是个特别的日子。我在北京的这几天呢，刚好碰上老师的生日，就是今天。我想为他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我要这种一小把就好了，这个3个，嘿，好了，这么简单。这一天是一如往常的上班日，许怀良老师也一如往常的在工作室埋头苦干，而我趁老师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工作室。今天很紧张哎，都是偷偷摸摸的。我们今天要为老师做一个 surprise party， 所以我来准备那个拉萨，因为他一直都很想念拉萨，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把家的味道带给他。我第一次在办公室，在一个 meeting room 里面煮菜，然后用这些 portable 锅来煮 ，quite interesting。凡事都有第一次。耶，好啦，第二主角准备好了，第一男主角等一下才进来。今年是老师的62岁生日，我相信他到了这个年龄，对庆生这个东西已经不太在意了啦。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为他准备这个小小的惊喜呢，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青春里一定会有一首老师制作过的歌，比方说他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又或者是突然一阵心痛。对不对？很好听，这些都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很熟悉的歌曲的，就当作是呢，献上一份小小的心意。啊，准备了，大家先躲起来。老师，我们可以吃饭啦。老师进来，我们才出来。哇，出来了，出来了！手机要静音，手机静音。今天吃啥？今天就点了一些小外卖吧。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我们一起共同为我们的理想奋斗，好吗？我没想到你们也来啊！偷偷的，你不知道我们在哦。我不知道你们在。哎，成功！老师，你有看那个蛋糕是什么造型吗？哇，太空人啊！太空人我看一下。
好，谢谢大家哦。哦，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谢谢。呀，我有一份小小的礼物要给你。哦，什么？你不要转过去，你看往前看 ，OK。Happy birthday！ 哇，这里来的，我煮的拉萨，真的吗？真的，刚才我在这边悄悄的煮。是吗？对。这不会是那个 vendor room 拿过来的吧？不是，是吗？对。哇，可以吃。它可以作证，对不对？这个碗，哇，对，哇，可以，对，尝一尝啊。这是很地道的拉萨，还有刀包。不错，它很好。刀包还不错，我看一下。看到老师吃得津津有味，我的心思总算没有白费。你有感觉到吗，老师？我大概想你们一定会搞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是晚上还是白天，不确定啊。老师，我们惊喜还没完的。还没完吗？还有，现在马上来给你另外一个惊喜。哇哦！华良，你的生日和国家的生日都是在8月。我认为在你身上有很多新加坡的特质，都是在逐渐的成熟，越来越有魅力，可是又充满创新的精神。祝福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愿你拥有丰盛的人生。就很可惜，然后这次没能在北京在老师旁边给老师庆祝生日。所以我们今天祝老师生日快乐。感谢老师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对。啊，可以，哇，厉害！这个梁文福老师的是谁录的？我们写信请他。哦，真的啊，哇，好感动啊，好感动啊！我从来没有考虑年龄的问题吧。我觉得年龄是一种心态，像今天生日，我都没有想过今天到底几岁。老师哦，你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会觉得很孤单吗？不会啦，我们公司这么多同事，所以你不知道自己待在北京会多久？不知道。老师，你还有什么愿望还没有实现的？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呢，是希望有一天呢，新加坡能有一个新窑的博物馆。我觉得新窑呢，应该算是新加坡建国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建立，它是代表着新加坡文化的输出。它并不是停留在只是几个明星或者几个歌曲上，我们就需要让新加坡后代的人呢，去理解这个过程当中的精神。我们回想一下最早成功的几个所谓的 S-pop 的新加坡艺人啊，比方说陈洁仪，比方说许美静，比方说孙燕姿，其实都是音效生。对吗？当年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登陆中文歌曲的殿堂台北中心？是因为我们这些新谣背后的华校生在帮他们背书，是我们在引导他们的整个精神的面貌。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新谣生命的延伸。我觉得这是一个华人音乐的一个标杆，我们在新谣时代其实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当年的新谣呢，就不可能有后面这些新加坡的歌手。许环良老师在北京几乎成了新加坡的代言人，但他的成就早已超出国界，让世界听见了新加坡的音乐。我想老师体现了新加坡人的一种特质，无所畏惧。我们来自南洋的小国，却不自我设限，反而在世界的舞台绽放出无限可能，聚小其大。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呢，忽然想了，万一这个飞机没有抵达要到的目的地的话，怎么办呢？可是我想想，其实我此生已经无憾了，因为已经很多作品留在人间了。老师，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游戏环节。噔噔，抽一张。新谣经典歌词：我用冷漠证明长大，我用伤害换取潇洒。歌名。哇，是的，这首歌不知道的。答案是梁文福老师的《新衣哪有旧衣好》，跟严黎明合唱的。这首歌是我制作的，这首歌应该是收集在1986年的专辑，叫做《最初的梦》。